在之前的一些影片中，我们已经讨论过煤气灯操纵，并且对煤气灯是什么给出过一个言简意赅的说明。煤气灯操纵指的是情感虐待行为，但并不是说所有的情感虐待都是煤气灯操纵。煤气灯是一种用来否定某人感觉的操纵策略。美国心理学会将其定义为操纵另一个人，让他或他自己对一件事的看法、经历或理解持怀疑态度。这种操纵非常糟糕，有时可能会导致被操纵的人患上精神疾病。许多人认为说谎和煤气灯操纵是一样的，但事实并非如此，意图起着很大的作用。比如，你在试穿一件夹克，但你觉得拿不准，于是向朋友征求意见，他们说你看起来很棒，但你仍然没有安全感。尽管你有不安全感和顾虑，你的朋友还是会向你保证你看起来很棒，打消你的顾虑，坚持让你买。从心理学上说，这可以被看作是煤气灯操纵，因为你的担心被无视了，但你朋友的意图不太可能是造成你的情绪困扰。煤气灯与其说是说服，不如说是转移责任，尽管他们可能会用谎言来说服你。那么，有什么迹象表明有人在煤气灯操纵你呢？煤气灯会对你撒谎，并坚持说你做了一些你并没有做的事情，怀疑你对一件事的记忆或感知，骂你。当你表达你的需求或关切时，一些人会变得敏感或疯狂，他们会让别人反对你，并使别人也对你产生怀疑，坚持认为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，而你的看法是错误的。接下来，我们就来仔细看看这些迹象。说谎。说谎是有人欺骗你的最明显的迹象，但并不是每个撒谎的人都是出于要煤气灯操纵你的意图。通常，人们说谎是为了保护自己，或掩盖一些事情。然而，当有人为了激怒别人而说谎时，感觉就完全不同了。这背后是有用意的。按照认证职业生活教练和欺凌预防倡导者雪莉·戈登的一篇很好的文章的说法，煤气灯操纵者是习惯性的骗子，他们会表现出自恋倾向，这意味着他们经常为了个人利益撒谎，他们的大多数谎言都是为了败坏你的名声，即使你提供了他们欺骗的证据。因为他们是习惯性的说谎者，他们的谎言听上去很有说服力，因此他们会让你再次怀疑自己，目的通常是为了控制你。抹黑。为了支持他们的欺骗行径，许多煤气灯操纵者都会不遗余力，他们会散布关于你的谣言，甚至给你虚假的信息。他们可能会告诉你，某某人对你有负面情绪或想法，这种策略会进一步将你与他人隔离开来，使你更容易被操纵。另一种常见的方式是，他们假装担心你或你的健康，而实际上他们试图让你担心和怀疑自己。通常，他们假装的关心是用富有同情心的话来掩饰的，比如，我永远不会做任何伤害你的事情，或者我关心你，所以这就是我对你这样做或这样说的原因。他们会触发你和他们之间的情感关系，并吸引你的同情心，让你相信他们。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。试图抹黑你的部分也包括最小化或控制你的情绪，他们可能会告诉你冷静下来，或者你对他们的欺骗反应过度了，这背后的意图是调节你的情绪反应，从而使你怀疑自己的信念和想法。正如戈登在他的文章中所写的那样，当一个人与那些从不承认自己的想法、感受或信念的人打交道时，这个人可能会开始质疑他们自己。更重要的是，你可能永远不会感到被认可或被理解，这可能会让你感到极度孤立、羞耻和难以应对。甩锅。煤气灯总是会把责备和责任从自己身上甩开，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毫不顾忌你拿出来的证据，而用善意的话语和虚假的关心，让你觉得好像就是自己错了。他们是永远不会承认自己的欺骗和错误。慢慢的，你可能会开始认为你真的就是问题所在，结果就是你开始为每一个结果承担罪恶感、责备和责任，即使这从来都不是你所能控制的。然而，当你和煤气灯在一起的时候，可能永远不会意识到这一点，你可能会继续责怪自己，为不是自己做错的事情道歉。
煤气灯操纵可能很难发现和解决，但还是有办法让自己重获主动权，向置身事外的、值得信赖的家人或朋友求助，从他们的角度来出谋划策。这样做可以让自己清楚地了解情况，也要记录自己的活动，这样就有了可靠的证据，以防煤气灯试图操纵自己对事物的认知。最后，在关系中设定明确的界限，这将保护自己免受煤气灯们进一步的尝试。独自对付煤气灯可能比较困难。如果有小伙伴开始注意到煤气灯正在影响自己的心理健康，向有资质的治疗师寻求帮助吧。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让我们知道这支影片如何帮助您克服了煤气灯操纵，以及您是否有任何个人建议可以帮助到其他人。如果喜欢这支影片，不要忘记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。